爱、勇气、希望，不10秒之间，你的小孩在使坏。同性恋只是一种病而已。哎呀，他该不会爱上我吧？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大家要小心哦，因为会越来越重口味哦。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记得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这样我会比较喜欢你。好，我们今天主题是反同人士看过来。6月是世界知名的同志骄傲月，很开心每一个同志可以因为这一个日子呢，感觉被受到支持，然后又感到骄傲。但是说真的，我觉得每一天你都要为了自己而感到骄傲、感到自信、感到开心。虽然我这件事情说得很简单，但我相信很多人还做不到，尤其是周围有很多反同人士的各位。然后也非常谢谢支持同性恋的异性恋们。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台湾很幸福啊，但是其实亚洲啊，还有很多国家对于反同的言论其实非常偏激的。我们现在收集了贝果们亲身听到的负面评论，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借同志骄傲月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们用正面温柔的方式去回应这些比较负面的评价，然后也希望如果你是反同的人士，你看到这些话呢，你可以稍微有同理心，站在我们的角度想一想，而不是用一些不了解的方式，然后去否定我们。谢谢你们，也希望给正在看的同志们有更多勇气、自信一点。我们会尽量不生气的，温柔的把这些负面的力量转化成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始喽，真的要开始喽！心平静气。非常的多，我已经先整理好6大类了。我今天没有讲全部，因为真的好几百条，我讲完会天黑，所以我先讲简单的。第一大类是有病论。亲生爸爸跟他说的，同性恋都有神经病。已知科学证明呢，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病，就只是一个自己个人爱好的选择。就像有人喜欢紫色，有人喜欢白色、黄色、黑色，我们很开心活在近代，不会再被关到精神病院。第二个是妈妈跟他讲的，你是不是也喜欢女生？说出来没有关系哦，同性恋只是一种病而已。好，同性恋真的是没有病，然后也不会传染，就不是一种疾病。对，也不是脑袋坏掉，真的就只是个人选择。还有第3个是这个非常多人讲，同性恋有病，不要靠近他，会传染，那个感冒才会传染，同性恋不会传染，也不会因为看我们的影片就变成同性恋。看我们的影片主要是让同性恋的人有一种被支持的感觉，然后有一个舒服的地方，甚至是不支持的人看到我们的影片，可能能透过比较了解的方式，慢慢的有机会去了解。很多直女或直男会来看我们影片，然后他们说他们本来是不理解跟反对的，可是因为看我们影片，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可以去体谅，然后去了解这种爱其实也是很美好的。这是我们觉得我们有做对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变同性恋哦，不会传染，就算是艾滋病也不会传染，而且异性恋也会得艾滋病。第2个歧视论。LGBT 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也觉得有点好笑。非常多设计创意，甚至是世界知名的企业家，甚至是政治人物，很多都是同性恋。我不知道这个偏见是哪来的。社会顶层人物来说，比例比较高的应该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比较偏异性恋比例还是比较多吧。好，我先来举例一下好了。Apple 公司的 CEO 提姆·库克，世界名模、演员、歌手黄氏 Cara Delevingne， 台湾非常有名的主持人蔡康永先生，歌星演员张国荣，作家白先勇，作词制作人王牌经纪人陈振川，女艺人何韵诗。好，我先举例这几个，其实就还蛮够的吧。不要再用歧视的眼光去看任何一个人。就像很多人以前会歧视黑人，但是现在也知道，其实黑人有非常多很聪明、很厉害、很顶尖的人物。我觉得同样也不需要去歧视同性恋。歧视论第2个，朋友知道我是双性恋，朋友说：“哎呀，他该不会爱上我吧？”这个好像是蛮多电影，然后还有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就算今天我是异性恋好了，我也不会随便看到一个男生，知道这个男生，对，我也不会知道这个男生喜欢女生，或是我喜欢男生，我就随便就爱上他了吧？同性恋跟异性恋的爱呢是一样的，取决于相处起来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有没有感觉，而不是随便看到一个性向符合的性别就会爱上的。这个真的是某一种很严重的偏见与歧视。好，第3个偏见论。
大家要小心哦，因为会越来越重口味哦。同性恋是恶心，是生病，是生活很乱滥交，同性恋就是该死。好，同性恋不是生病，私生活，我们私生活就非常的单纯。就是2个人在家工作。我觉得私生活这个真的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行为。但是我相信呢，以比例来说，异性恋还是比较高的。例如说，很多异性恋会去摸摸茶、找小三、找友、看 A 片、看黄色小说。现在新闻上报的各种惊悚的一些离婚啊，或是那种就是出交叉出轨啊的那种，其实真的是异性恋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其实私生活很乱，这个真的无关乎异性恋跟同性恋，真的就是个人的行为。所以请不要以偏概全。我也不会因为有一些异性恋去找了很多小三，然后重新结婚很多次，我就说异性恋是滥交吧。还有同性恋也不会该死，我们不会对你做什么坏事的，我们还是对社会有贡献的。现在很多漂亮的设计产品，很多画家有创意的产品、艺术作品，全部都会消失，因为这个产业非常高比例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制作出来的，也没有漂亮的衣服。如果我们全部死光，这个社会就没有美感了，我觉得啦。还有双性恋都是渣男渣女，看到谁都会爱吧。我是只爱我老婆啦，这真的不难解释嘞，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是真的。败坏伦理道德，同性恋只会让社会变得更糟，教坏小孩，搞同性恋都是不负责任的人。哦，我知道，就是教坏小孩这一部分，就是很多人在吵，因为有人就是在提议说，就是能不能多元性别教育不要从小开始教，是不是？对，就他们会觉得，就是你现在教小孩同性恋这个东西，小孩就会变同性恋，是真的不会。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好，我举例来说，如果父母一直听以前的民谣的歌曲，我爸妈很常唱一个大象长长的鼻子在昂扬，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一直很喜欢橄榄树或是快乐天堂这些歌。同样的概念，多元性别教育只是让大家讲说，这件事情是 OK 的，有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选择喜欢他们所爱的，是你要尊重他、同理他，而不是一昧的去反对，然后说这种东西不该存在。所以多元性别教育并不会让你的小孩就是变成同性恋，而是会教给他们什么叫尊重、爱跟包容，爱、勇气、希望，不10秒之间。还有就是让社会变得更糟。说真的，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要让社会变得更糟，应该是要降低犯罪的几率。有可能是这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然后犯罪人可能有一些是没有自尊、不被认同，或是他真的受过一些折磨、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被压抑，或是他生活很痛苦、很窘迫。根源是这个，而不是说同性恋是社会的原罪。如果一直抑制同性恋，让很多同性恋的人觉得被压抑，那的确有可能会变成犯罪的根源，甚至是有些人可能是很痛苦，像很多以前的同性恋的艺人会抑郁而死，会自杀，这个才是困难的根源。应该要让他们过得开心，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了。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搞同性恋都是不负责的人。我4年前我才23岁，我那时候就已经花了10几万带我妈妈去京都玩了7天6夜哦，她玩得很开心，而且美照比我多。噔噔噔噔，还有我们家的小满满，他可是养得肥肥胖胖又开心的呢。对啊，这样怎么会是不负责任呢？还有一个是不支持性别多元教育，这样从小就变成同性恋，这个刚刚讲过了，真的不会。我以前小时候没有性别多元教育，我还是变同性恋，这个真的是个人选择。好，不正常论。你怎么不能正常一点呢？我觉得所谓的正常到底是什么呢？每一个社会的正常的定义好像都不一样，可是大自然从来没有说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很常说你们搞同性恋，为什么要搞这个词？我们搞蕾丝边 ，OK？ 我们家狗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天气也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大自然从来没有说这个是不正常的。以前的人不是说3妻4妾，就是皇帝不是有一大堆后宫嘛，然后什么哪一些皇妃生不出小孩，结果就会说是皇妃的错，但最后会发现根本就是皇帝自己基因有缺陷，可是把错都怪到女人的身上，或是以前的武士明明就不是他的错，但是为了国家大局他就要切腹自杀，但是如果他不做，他就是奸臣，他就是不正常。这些事情在我们现代听起来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可是对以前来说是正常的。你们也知道男人可以3妻4妾是 OK 的，可是女人必须要3从4德，以前人觉得是正常，可是现在我们都推翻了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并不会让大家过得比较快乐。所以为什么我会很需要
要同性恋的权益，很需要就是让大家去了解性别多元这件事情，就是要让大家过得快乐，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和平。正常这两个字，不要用这两个字去框架出任何的爱。父母做错什么才让你们变成恶心的同性恋？我觉得我父母没有做错什么，我们觉得开心。我觉得父母们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绑架，因为的确有一些父母会知道小孩是同性恋以后会大哭，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教好小孩，但是真的没有。以前在美国也还没有这么开放同性恋的时候 ，Netflix 有个电影叫《侯斯顿传奇》，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然后他小时候跟他妈妈感情很好，然后很喜欢帮妈妈做帽子，结果呢，他妈妈就被她丈夫毒打，然后说你怎么把儿子教得这么娘娘腔？可是他儿子就做得很开心，然后他觉得妈妈可以很开心、漂漂亮亮的，结果就造成侯斯顿从小就有心理阴影。那我觉得这个不正常的应该是这个家暴的爸爸吧，他才是有罪的吧，因为他酗酒、打人、吸毒。我觉得大家要把这些事情分得清楚一点，然后绝对不会是父母的错，因为如果一直会说是父母的错的话，表示父母就会被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一个滚雪球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同性恋的父母是不是非常的糟糕？但是没有啊，我跟我妈妈坦诚这件事情，我跟我妈的关系变得更好了，不用再互相有秘密了。贝拉也不需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是要坦诚。可是如果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秘密，我一直无法跟我身边人坦诚，因为我觉得坦诚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可怕的后果的话，人跟人之间就是真的无法互信了。好，还有一个是这个蛮神奇的，亲妈妈跟我说，你是没有被男生过才这样不正常吗？真的会想洗耳朵，而且是从自己亲生的妈妈的口里讲出来的。我们都有跟男生谈恋爱的经验，但是没什么感觉。但是像贝拉，他就说他感受不到什么叫做爱，他只是觉得哦有人跟我告白，我同意。可是就是相处起来并不觉得开心或特别快乐，因为他以前也不懂什么是同性恋，所以他就跟大家以为的觉得 OK 的男生在一起。但是因为久了，他也觉得他不想要勉强自己，然后也不想要伤害这个男生，喜欢他这么久，然后最后就说不出原因跟他分手。强迫我们真的去喜欢一个不喜欢的人的话，并不会让彼此比较好。今天我是一个女生，我是异性恋，结果呢，我喜欢这个男生，可是爸妈逼我去喜欢另外一个男生，那这样就不是爱了啊，这样就是以前的什么为了邦交而结婚的邦交婚姻，是不是？所以并不是因为没有被男生够才不正常。所以我觉得这些话真的是开玩笑都最好不要开的话，这才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话，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再来一个是最后一个绝种论。这超好笑的啦！死变态，就是有你们这种人，人口才会老化，才会绝种。好，我现在要先说，全世界的同性恋占总人口数不到5到10%，所以其实有90%到95%是异性恋。绝种绝对不会是因为这5%的人不生小孩就会绝种，绝对是这95%的人不生小孩才会绝种。有悖伦理，导致人类灭绝，是少子化的主因一样。少子化的主因是怕生出来的小孩给不了他的好教育，养不起，社会压力太重，生存空间太少，物价又太高，薪水又太低。总结来说，应该算是经济的主因。不是同性恋。如果你觉得同性恋很不可以接受，是因为少子化，我必须承认，我们非常的想要小孩，我们比很多异性恋都更想要小孩。所以呢，这个我需要推动同性伴侣共同认养小孩的这一件事情。假设我们结婚了，贝拉去认养了一个小孩，只有贝拉是法定的妈妈，我不是，可是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这非常的奇怪。我们需要统一这件事情，才可以给认养后的小孩满满的爱。同性恋去认养，合法认养小孩的话，其实可以解决更多社会的问题，可以让很多被异性恋生出来的孤儿感受到爱。如果我们可以借精生子，可以便宜一点的话，我觉得很多同性恋会想生很多小孩，而且会让他过得很快乐，因为同性恋们自己都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用开放的心去接受每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也会用很开放的心去教育小孩，让他有学很多真正喜欢的才艺，让他自己穿他喜欢穿的衣服，不会给他太多社会的压力跟框架。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有点好笑，阿嬷说同性恋在一起是天地倒过来了啦。太棒了！所以我现在是飞在天空中。对，我们现在是在天空中做魔毯呢。同性恋很恶，又不能生小孩，台湾绝子绝孙了啦。这个回答跟刚刚上面的一样。对，少子化是同性恋害的，5%到底是要怎么害人？我也不会说现在少子化，每一个异性恋家庭不生小孩，或是异性恋家庭只生一个小孩，我就去骂你们这些异性恋，都是你们这些少子化烂人害的。我不会这样讲哦，就是我刚刚在演戏，我不会这样讲，我只会说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开心就好。你有钱有时间可以多生一点，但现在少
少子化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没钱没时间，病毒还在空气里飘来飘去。然后还有一个是违反大自然法则，海豚啊、猩猩啊、狮子啊，很多动物啊都有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怎么样，那些物种也没有因此灭绝。而且我反而要说，同性之间的床事其实非常的美好的。如果大自然反对这件事情，我们根本就连性行为都做不到。这个应该不是大自然反对吧？因为我们身体构造是 OK 的，我们只是无法生小孩，但是我们可以去认养小孩，解决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大自然希望同性恋可以去让那些孤儿得到爱，因为他知道异性恋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性恋可以解决得了。这些法则是人类自己给自己的。你的小孩在使坏，我的小孩在咬你的衣服哦，妹妹不可以。好，以上是今天先讲出来的几大点，但其实相信我有很多，而且有更难听的。这些话听上去是不是不太尊重，也没有什么同理心？然后有时候听出来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吗？有点啼笑皆非。可是老实说，真的是现实世界中同性恋们很常受到的攻击。我们在网络上也收到很多这种恶意的攻击。很多同性恋的成长过程，其实因为这些言论被压抑的心情过得很不快乐，尤其是他们可能是小时候个性可能比较娘，或是比较 man， 就是被嘲笑，或是被觉得很糟糕。我相信反同人是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去想象，如果今天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孩子被这样谩骂，然后把所有上面骂同性恋的字换成异性恋，异性恋换过男女朋友啦，结婚又离婚又再婚，滥交，就是这种才是变态，有病，垃圾，应该处死。被干过就知道当同性恋有多好，你们自己就会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希望到这边每个人都可以有同理心的去为跟你不一样的人好好思考，好好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句话一个关心，其实可以扭转这个人的可能一辈子。一句谩骂，一个攻击，也可以让这个人一生就这样子毁掉。讲到最后，我知道现在非常多异性恋支持同性恋 LGBT 的朋友，所以要非常感谢你们，就是真的非常感谢有你们的支持，让大家可以过得更快乐更开心。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从小就更需要去推动多元性别的教育，让大家从小了解到尊重还有包容，也可以让每个人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找到自信，所以祝各种性向的人活得开开心心的。也请各位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看完这些影片有什么感受咯。谢谢各位，拜拜溜。啊，脚好痛。我也是，我现在脚好痛。等一下，暂停一下，等一下，我们两个脚跪太久了，麻掉了。